Hello，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。那首先先问一下宁哥，有没有时时在追《一念关山》？当然，每天就是哪怕工作再忙，回去比如说那个跑步的时候，会把这个都给看了啊，每天都要把剧追上。那对于这个网友热议的一个话题词叫做刘宇宁演技，然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？哎，何德何能还能上演技？没有，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很，就比如说可能那个热搜稍微高位一些嘛，然后呢，大家可能以为那是个黑热搜呢，估计是，所以他们就点进去看，结果呢好像还行，就还好，所以呢，那也看到一些朋友对我的一些认可，我就很开心，因为这5年呢，其实我是出道5年了，但是我这5年其实都有在默默的拍戏，但是一直在拍，然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角色跟大家见面，而且相对有那么一小小的认可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其实，这可能是个同义词啊，就是还有一个词是刘宇宁演技，是眼神的眼，那个演技。哦，是吧？演技对，因为我也很诧异，因为我眼睛这么小还有演技啊，人家都是那种眼睛很大，很容易被捕捉到情绪那种，但是我眼睛这么小，观众还能捕捉到，就说明他们所以对有些网友说，比如说眼睛可能有点小的这样评论，您自己看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很正常啊，就是爹妈给的，就这么小啊，对，就挺好的，也没事儿啊。这次是跟刘诗诗搭戏啊，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收获，我觉得第一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每次跟不同的演员合作，都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优秀的品质啊，然后学到一些表演的那个表演上的技能，然后呢会丰富自己的这个作为演员的一个知识库，然后呢，包括他那个诗诗的体态，我觉得我也要向他学习，都是他是这个剧组的体态就是体态监督员，没错所以有没有没错监督到没错你平时？当然必须监督，时时刻你会发现，只要说我跟他的同场戏，基本没有说体态有一点问题的，基本他都时时提醒我啊。所以他一般会比如说纠正哪些地方比较多？他说：“哎，我腰挺直，我腰挺直啊，就会这样的啊。”哦，那这么多年的直播经历，有没有使你成为这个剧组的气氛担当？还好，其实我在剧组的时候拍戏的时候，其实我相对来说比较的沉寂，就是投入到角色当中。基本上我也是在现场，就是除了跟导演聊剧本，或者是跟演员朋友们就是对戏啥的，其实话是相对少的。对，那有没有什么独家的那种，就是快速拉近和演员之间的这个关系啊、距离？然后那就是收工一。一块儿吃饭嘛，对吧？其实大家就是吃几顿饭，然后可能也不聊工作，我们就聊聊生活，聊聊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分享一下自己，然后大家就会很快的成为朋友啊。一般爱吃什么？我会吃那个牛蛙火锅，然后各种什么鸡公煲啊这些东西都吃，横店吃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。那谁请客呢？基本上就是谁叫谁请客，这是一个规矩。比如说今天我说我叫这个我们几个好朋友一块吃饭，我说咱们一块去吃个饭。那如果是这个局是我组的，那一定我请嘛，对吧？那一念关山里面最有挑战的一幕戏是什么？最有挑战呢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那个刚开机的时候，在敦煌那一撇戏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那个我们拍摄那个地方是基本没有网络的啊，你要想要说打个电话什么的，你开车开半个小时出去，然后才能有网络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环境也是天天那个日照时间特别长，而且是暴晒，然后你在里面满天就是都是那种沙子，反正相对来说那段记忆会让你觉得最深刻啊，最能就是觉得。当你看到这个剧上的时候，然后里面所有完成的一切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哎，当时的那些就是经历的那些都值得，而且我们会觉得很棒啊。那你这个戏播出以来，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你的台词嘛，就是如何做了这个直播时候的口音和演戏时候的口音完全不一样，一秒切换的。其实就是想说要做一个区别，没有了。对，因为就是因为我想说就是。我直播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多嘛，因为我基本上一个月会播个1、2次，然后会有很多朋友来看我直播。那我如果在直播间的话，还是一个非常就是想要说标准的普通话啊，然后的话我觉得会让他们跟我的演过的角色会有重叠，所以我尽量就在我直播的时候呢，就说东北话，说东北话之后呢，他就会觉得我是另外一个人，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剧里的那个人呢，就是不是我。啊，他会有这种感觉，所以就是我刻意做的一个反差啊，对，哇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埋进去的小心思啊，小心机啊，小心机。那之前其实有回应过，就是不配当演员的辣评啊，就是如何铸就成这么强大的心态的？还是喜欢吧，热爱吧，我觉得
就是我其实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港台电影，然后包括那种电视剧，然后呢我就想说，哎，什么时候我还记得我已经很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电视上在播一部剧嘛，《鬼吹灯》。然后呢，我就看着《鬼吹灯》，我就在想，我什么时候我能演戏？我哪怕到了，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比如说去探险的时候，然后其中上来就挂了那种角色，我都想去演，就想参与。所以后来有机会做演员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的开心，找到一个我想要去做，而且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的一个职业，我觉得就非常开心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又体验到了快乐和对未来的憧憬，或者是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儿，所以我就越来越热爱这件事儿。那当时是看《鬼吹灯》，就是埋下了这个当演员的种子。那现在《鬼吹灯》也拍了很多版本，自己有想去就是演一演这个戏吗？那当然，这个《鬼吹灯》最近上映的那部，然后我也在里面，虽然我没演，但我给他唱歌了。我给潘粤明老师那部唱了一首 OST 啊，我跟他合作了一个版本，也算参与了。也间接参与了啊。